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首秀来了，又一部杨紫领衔的群戏来袭，这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奇幻剧。据说春末文献是老人体模型的宇宙，太棒了。之前也有一些非常火爆的作品，比如《古剑奇谭》《白骨千花》，看起来都是一贯的。随后，周生如又在《轻暗风雨》《最幽城》中演出了一片天地，还有《苍兰诀梦华录》《星汉锦绣》等大片作品。不管怎样，回望现在，明明外面的天气酷热的惊人，但这个陈旧的人体模型市场却让人心底发凉。长风度正式开始带头讨论现实，但没有成功。酝酿已久的剧作《玉骨妖》一经空降，便带着大量的负面评价。回想起来，《安乐传》也空降了，非正式的交流依然令人着迷。这个木春有没有什么过时的人体模型可以示范一下呢？你绝对可以放心，无情的商品来了。网上猜测，漫长的痴情很快就会接替《玉骨妖》，成为鹅厂晚春节目的真正特色。同时，豆瓣平台也同样显示传输时间为21日，看来他真的要登场了。点点惊心第一作者是童话独创的小说，豆瓣首播就获得了8个焦点，由自己的妈妈创作，杨紫带动。这个木春终于有一个可以猛烈追求的老小精灵了。漫长的痴情第一部作品在豆瓣名著中排名第3，第一部是东王府，第2部是童话创作的曾续。而且痴情已久无疑是最合理的影视作品，剧情打破日常惯例，人物塑造十分饱满，每一句深刻的台词都扣人心弦。其中最让人感动的绝对是果敢女子的三魂交融和无与伦比的虐恋。初级部分，逍遥杨紫氏和涂山烬邓伟氏。小瑶从小就被妈妈抛弃，疯狂地逃离了大山，不知不觉间，她在野外独自忍受了70多年，并被九尾狐魔折磨了30多年。从此，逍遥拯救了濒临枯萎的涂山烬。然而，涂山烬确实是涂山家族的老二，两人遭遇了一场劫难，历尽千辛万苦，却仍受到世俗的阻挠。接下来的一段，逍遥和轩轩、张婉仪饰演。逍遥对轩轩有着最完美的、深切的敬意，他将他视为自己生命中最主要的至亲，是他的师兄。在他们度过了少年宠儿的生活后，逍遥迷失了方向，轩走遍世界寻找逍遥。聚会之后，逍遥真心满足了轩轩的愿望，说服涂山烬给予金钱上的帮助，准备随时出手免去威胁他人，甚至同意结婚。不管怎样，逍遥万万没有想到，轩轩心里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他阴险狡诈，贪图权力，无论是世界还是逍遥，轩轩都应该疯狂的需要一切，唯独他的压迫从来不为逍遥着想。显然，忠心专注于疯狂的爱情，但其中心无疑是统治者的缺乏兴趣和幼稚。第3段，逍遥与香柳谈见次事。香柳对逍遥的喜爱是独一无二的。据了解，他是一个可怕的9头恶灵，在清醒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对小瑶说些粗暴的话。无论如何，他都将小瑶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燃烧了37年的时间来治愈小瑶的人身伤害，并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用自己的血之恩将他救了回来。香柳意识到自己在战斗中可能会粉身碎骨，他无法向逍遥做出保证，最后甚至抹去了逍遥的记忆。每一条亲民路线都充满特色，并不浅薄无礼，重男追一女，这也是通话的标准风格。既然是老模型精灵，最主要的是颜尊。假设有表演天赋，那听起来确实很完美。长相思的男主设定，颜值与演技兼具，只考虑几个人在一起是一件很酷的事情。1. 杨紫。我承认，在观看了一些著名的人体模型表演后，许多人通常都会有一个想法：如果就完美了。没错，杨紫虽然在偶像剧圈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但她总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任何 CP 都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从长相思的几支预告片来看，杨紫一出场就完全融入到了角色之中，演技绝对可以完胜其他同题材作品。绝望崩溃又平静爆发的震撼，在短短几秒的时间里将情绪传达到了观众的心里。在杨紫身上，无论是超凡脱俗的善良和纯真，还是看到亲人受伤的无奈和痛苦，还是被爱人背后捅刀子的绝望和悲痛，她都演绎得淋漓尽致。说实话，
如今还在傀儡圈的演员有几个能演到这种程度？2. 张万毅。刚刚听说张万毅要演古偶了，还和杨紫搭档，是不是很可笑？一张严肃的戏脸，从觉醒年代乔家子弟到长相思，别说跨度大美，都受不了，这功力无处施展。看了几轮预告后，我承认我之前的质疑声太大了。张婉怡和杨紫是一开始相处不太融洽的演员，但是戏份真的很过瘾。她饰演的轩轩是一个疯狂又霸道的皇帝，是那种濒临崩溃却又带着一丝理智的疯狂，与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杨紫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感受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最终，他向小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从最初的平静层层到疯狂，他的爱是偏执又疯狂的，似乎从来都不在乎这个消息对小瑶来说有多么的震撼。到了两人刀剑相向的那一幕，轩轩没有说话，但眼神里却充满了戏。观众看到的是整个人静静地站在风中，只有头发蓬乱，但依然能感受到他此时的绝望。3. 谭健慈。谭健慈的银发在聚光灯下显得格外抢眼，这种行为放在别人身上或许会直接翻车，但恰恰符合他的风格。他饰演的香柳和逍遥的每一场戏都看点十足，即将触碰的嘴唇的克制，坚决带领逍遥逃婚的坚定，以命断骨的释然，真的会让人泪流满面。4. 邓伟。令人意外的是，邓伟的人气虽然没有张万毅和谭健次高，但一出道依然能把观众的注意力牢牢握在手里，而且有着和其他男主完全不同的风格，温润如玉，带着古典美，尤其是侧脸简直就是杀手锏。女主为了这样的陌上少爷与轩轩反目成仇也是情理之中，实在是等不及了，一个又一个。2023年的傀儡市场真的需要这样一部高质量的作品来拯救市场。02于孤妖暑期大热，环球时报专访肖战，做你自己，我不认命。7月17日，热播剧《玉骨妖》迎来大结局，网络平台现已开通点播频道，可直接观看大结局。今年暑期档最火的网剧终于要收官了，虽然《鱼骨妖》即将完结，但肖战作为主演，人气依然很高。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肖战饰演的角色石英目前以99.14的指数位居播出平台榜首，足以见其人气之高。不仅如此，就在近日，肖战还受邀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在采访中，他还谈到了自己拍摄《玉骨妖》的故事以及作为演员的感受。做自己，用好作品说话，这是肖战在采访中的核心观点。同时他还补充道，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就是要不断地冲向下一个作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来回馈给观众。所有观众看得出来，肖战作为新时代的主演，并没有因为名气的增长而迷失自我。相反，在屡次成功之后，他仍然坚持不断突破。据悉，网剧《玉骨妖》是著名导演蒋家俊执导，汇聚众多实力演员的古装剧，一个关于命运、爱情和责任的故事。就剧情而言，《玉骨妖》的故事情节有高有低，有情有义。男女主人公石英和朱颜的命运却是多面交织的，他们的发展方向不断的被孤立，又因不幸而重新结合。在共同成长的艰苦历程中，两人经历了高潮和低谷，所以关于他们的轶事包含着崇拜、亲情的里里外外的对话。他们温暖而直率，让人思考生命的重要性。就工作而言，肖战饰演的诗颖世子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荒凉超然，蔑视世事，心中却对朱颜充满浓浓的温情。王楚然饰演的朱颜是一位热心高贵的蚩尤公主，她勇敢而坚定，并继续努力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战斗，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让人物形象更加三层立体，非凡不凡。不论剧情和人物，《玉骨妖》的创作水平同样是该剧的一大特色。团队在场景设计、服装和道具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现场拍摄和增强效果的完美结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紧的，从题材上看，《玉骨妖》探讨的是亲情与义务的关系。石颖和朱颜面对命运的考验，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他们在追求崇拜和履行义务之间做出了各种决定。这个永无休止的斗争主题伴随着人群在复习周期中思考人生价值观的决定。此外，《玉骨妖》还探讨了成长和坚韧的主题。剧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凡的成长历程，但他们的常态是即使遭遇不幸，也不断努力自我，明白人生的价值。
剧中他们的发展周期的形成，不仅仅在于人物的心态，也体现了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片段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的。每当观众追剧时，他们就能迅速将自己带入角色，这是这种衔接的最大好处。不需要过多的有目的的表演，就能让每个角色都生动活泼，充满本质。不需要众人理清混乱的心，只需跟随剧情的完善就可以简单看一下。就亲民说法而言，玉骨妖以脆弱而细致的方式展现了不同复杂的深刻联系。石影与朱颜的爱情纠葛令人紧张，两人之间的误会和错过让众人认同。同时，该剧还描绘了丰富深刻的家庭、友情等内容，让观众在故事中找到回响。在故事流程上，玉骨遥充满了紧张和梦幻的成分，为故事增添了很多变化。剧中的情感情节让人难以揣测接下来的情节，引发了观众的兴趣，而梦境成分选项则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让观众在欣赏周期中感受到古老传说的魅力。总的来说，玉骨妖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群戏。它不仅在情节、人物和创作方面表现出色，而且还探讨了一系列重要主题，例如爱情、义务和发展。在欣赏该剧的过程中，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老幻想的吸引力，还可以从角色的发展和决定中得到启发。玉骨妖通过自上而下的审视，揭示了崇拜与义务之间脆弱的联系，以及成长过程中坚韧的意义。这些课题对当今文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调查周期中，人们可以思考自己的品质和人生决定，从而更加热爱生活中的每一次发展和挑战。综上所述，玉骨妖情节宏大，展品宏大，题材丰富，已成为一场耐人寻味的服装秀。它不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精彩作品。通过观看这部剧，人们可以感受到爱、义务、坚韧等重要品质的力量，更加坚定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说白了，玉骨妖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合奏剧。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